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1. 德国计划恢复自愿兵役制，预计稍后将实行强制征兵制。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表示，如果联邦国防军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志愿服役者，德国可能最早从2026年开始恢复义务兵役制。德国于2011年废除实施了55年的义务兵役制，目前采用志愿服役制。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不断加强国防开支，但志愿服役制招募的新兵人数严重不足。德国联邦国防军表示，未来几年需要额外增加10万名士兵才能履行北约对德国军队的要求。德国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党团甚至阻止了关于志愿兵役新法案的讨论，试图直接推动恢复义务兵役制。这标志着德国在废除强制征兵14年后，可能重新走上军事化道路。这一转变将对德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什么深远冲击？德国企业已经表达担忧，认为恢复义务兵役制将加剧该国本已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军事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可能唤醒欧洲最大的军国主义传统，改变欧洲安全格局的力量平衡。2. 最高法院听取对科罗拉多州扭转疗法禁令的质疑。据美国 Stat 新闻网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于10月6日开庭审理齐莱斯·素萨拉萨尔案，这是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受理挑战州级扭转疗法禁令的案件。科罗拉多州持证心理咨询师凯利·齐莱斯主张，该州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转变治疗的法律违反了他的言论自由权。自2012年以来，美国近半数州已禁止持证咨询师对未成年人实施扭转疗法。研究显示，接受此类治疗的人自杀倾向比同龄人高出近2倍。此案判决可能影响各州医疗监管权限的边界，特别是在宗教自由与 LGBTQ+ 群体民权保护的冲突中寻找平衡点。法律专家警告，若最高法院支持齐莱斯，可能导致医疗领域大规模去监管化，让患者面临更大伤害风险。这一判决将如何重塑美国医疗言论自由与患者保护之间的法律界限？卫生法学者指出，若法院认定该禁令违宪，将为医疗从业者以言论自由为由逃避专业规范开创危险先例。从心理治疗延伸至整个医疗系统的监管标准都可能被质疑，最终削弱对弱势患者群体的法律保护。3. 诺贝尔奖表彰免疫系统自我耐受方面的发现。据英国 BBC 报道，2025年10月6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玛丽伊·布伦科、弗雷德拉姆斯德尔和日本科学家坂口智文，以表彰他们在外周免疫耐受领域的突破性发现。3位科学家揭示了免疫系统如何通过调节性 T 细胞、TRAC 细胞和关键基因 FOXP3 来防止攻击自身器官，破解了免疫系统为何会攻击自己人的世纪难题。人体免疫系统每日保护人类免受成千上万种病毒、细菌侵袭，但必须受到精准调控，否则就会引发自身免疫疾病。这项研究开创了全新研究领域，为癌症免疫疗法和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改变了人类对免疫系统运作机制的根本认知。这一发现将如何革新未来的医学治疗方式？免疫学专家认为，这项研究为开发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的新疗法提供了关键靶点，同时也为增强癌症免疫治疗效果开辟了新途径，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催生一系列突破性临床应用。4. AMD 与 OpenAI 合作供应 AI 芯片，挑战 NVIDIA 的主导地位。据财富网报道，AMD 于10月6日宣布与 OpenAI 达成数百亿美元的多年合作协议，将向 OpenAI 供应价值6吉瓦的 AI 芯片，首批部署将从2026年开始使用 AMD Instinct MI450 GPU。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AMD 向 OpenAI 发放认股权证，允许其最多购买 1.6亿股 AMD 股票，持股比例可达 10%。此消息公布后， AMD 股价飙升超过 34%。自2022年 ChatGPT 横空出世以来，
NVIDIA 凭借其 H100和 H200 GPU 几乎垄断了 AI 训练芯片市场，市值一度突破3万亿美元。此次合作标志着 OpenAI 首次大规模采用 NVIDIA 竞争对手的芯片。CEO 奥特曼表示，芯片短缺已成为制约 AI 发展的关键瓶颈。这笔交易将如何重塑 AI 芯片市场的竞争格局？芯片产业分析师认为，这标志着 NVIDIA 在 AI 芯片领域一家独大局面开始松动。AMD 通过这笔订单将获得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其市场份额有望从目前的不足 5% 提升至 15% 以上，同时将推动 AI 芯片价格下降，加速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应用普及。5. 美国对进口中重型卡车征收 25% 关税。据 CBC 报道，美国宣布对进口中重型卡车征收 25% 的关税，以保护本土制造业并应对国际贸易不平衡。这一政策涵盖来自加拿大、欧洲及其他主要出口国的卡车产品。在具体措施上，进口商需在报关时缴纳额外关税。政策同时鼓励本土生产扩张和投资，同时美方将对受影响产业提供税收补贴。背景分析上，美国长期面临进口车辆对国内市场冲击，尤其是中重型卡车的制造和就业问题。此次关税是对产业保护与国际谈判筹码的结合尝试。从历史来看，美国曾多次使用关税作为保护产业的手段，但高额关税也常引发贸易伙伴报复或跨国供应链重组。这项关税政策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还是能真正保护美国制造业？专家认为，短期内能刺激本土产能，但长期可能导致进口成本上升和贸易伙伴反制，影响整体经济。6. 实验室测试显示新抗体可阻断大多数 HIV 变体。据德国科隆大学官网报道，由该校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代号为 04A06 的新型广谱中和抗体，在实验室测试中成功阻断了 98.5% 的300多种 HIV 病毒株，是迄今为止最具广谱性的 HIV 抗体之一。该抗体在人源化小鼠实验中将病毒载量持续降低至检测不到的水平，而其他 HIV 抗体通常只能产生短期效果，就会产生耐药性。研究人员从基因中和者血液样本中分离出5000多个 B 淋巴细胞，筛选出800多种抗体进行测试。4A06 抗体具有特殊的超长氨基酸链结构，能够触及病毒上通常难以接近的保守位点，这使其能够克服病毒的经典耐药机制。计算机模型预测，单次给药可提供 93% 以上的保护效果。该研究由盖茨基金会、德国研究基金会等机构资助，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自然免疫学》期刊。这一突破性发现将如何改变 HIV 防治的未来格局？病毒学专家指出，04A06 抗体已独家授权给威尔生物技术公司进行临床试验，若成功，可能彻底改写 HIV 治疗策略，从需要终身每日服药转变为定期注射长效抗体，同时为高风险人群提供前所未有的预防手段，有望在未来10年内大幅降低新增感染率。7. 物理学家模拟黑洞如何产生强大的相对论喷流。据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官网报道，该校理论天体物理学家团队在卢西亚诺·雷佐拉教授领导下，开发出名为 EFIC 的高精度数值代码，首次通过超级计算机模拟精确揭示了黑洞如何将自转能量转化为接近光速的粒子喷流。研究聚焦于 M87 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M87， 其质量相当于65亿个太阳，喷流长度达5000光年。团队发现，除了此前认为的布兰福德兹纳耶克机制外，磁场重联过程同样在能量提取中发挥关键作用。磁力线断裂重组时，磁能转化为热量、辐射和等离子体喷发。模拟在法兰克福哥德超算和斯图加特因超算上耗费数百万 CPU 小时，求解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计算揭示黑洞赤道面上形成了等离子体气泡链，以近光速运动，同时产生负能量粒子为喷流提供动力。这一突破性模拟将如何改变人类对极端宇宙现象的理解？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这项研究不仅解答了活动星系核为何具有极端光度的百年谜题，还为理解黑洞如何加速粒子至近光速提供了理论基础。
未来可能帮助预测超大质量黑洞对整个星系演化的影响，并为引力波天文学提供更精确的理论模型。NVIDIA 与 OpenAI 的1000亿美元芯片交易凸显了人工智能行业的循环融资风险。据墨西哥金钱与形象杂志报道，芯片巨头 NVIDIA 于9月23日宣布将向 OpenAI 投资至多1000亿美元，并部署至少10吉瓦算力的 AI 数据中心，首批芯片预计2026年下半年交付。这笔交易结构引发市场强烈质疑 ，NVIDIA 先投资 OpenAI 获得非投票股份。OpenAI 再用这笔资金向 NVIDIA 采购芯片，形成典型的循环融资模式。分析师指出，这与历史上多次科技泡沫的特征高度相似，供应商通过投资客户来支撑需求，制造繁荣假象。自2022年 ChatGPT 发布以来， NVIDIA 股价暴涨超500%，市值一度突破 3.5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公司。此次交易金额相当于英特尔市值的 75%， 凸显 AI 基础设施投资已进入烧钱竞赛阶段。这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究竟能维持多久？金融分析师警告，这种循环融资机制本质上是用未来收入支撑当前估值。一旦 AI 应用无法产生预期回报，整个资金链可能断裂，引发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连锁崩盘。届时 NVIDIA、OpenAI 及其投资者都将面临估值大幅缩水的风险。9. 瑞士天文学家发现第一颗系外行星。据物理学组织网报道，2025年10月6日是人类首次发现围绕类太阳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30周年纪念日。1995年10月6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天文台的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埃·奎洛兹宣布发现了飞马座 51b 行星。这颗距离地球约50光年的气态巨行星，质量约为木星的一半，公转周期仅4.2天，是热木星类行星的原型。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证明太阳系并非唯一拥有行星的恒星系统，开创了系外行星探索的新纪元。两位发现者因此获得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30年来，天文学家已发现超过6000颗系外行星。2017年，科学家还在飞马座 51b 的大气层中发现了水的痕迹。这一发现不仅催生了全新的天文学研究领域，还为寻找的外生命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历史性发现如何永久改变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方式。天文学家表示，飞马座 51b 的发现打破了人类对行星系统形成的固有认知，证明行星可以在极端环境中存在，激发了新一代望远镜如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建造。如今，科学家已能分析系外行星大气成分并寻找宜居世界，人类首次拥有了在有生之年找到第二地球的真实可能。10. Meta 将分析你在 WhatsApp、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的 AI 聊天记录，用于广告。据 PC World 网站报道，Meta 于10月1日宣布，将从12月16日起开始使用用户与 Meta AI 的文字和语音对话内容来个性化广告和推荐内容，覆盖 WhatsApp、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三大平台。该政策意味着用户在 Instagram 上询问 AI 的内容可能影响 Facebook 或 WhatsApp 上的广告投放，且用户无法选择退出此功能。Meta 强调，涉及健康、财务等敏感话题的对话不会被用于广告定向，端到端加密的对话也不在此列。由于欧盟和英国的 GDPR 法规保护，该功能将首先在这两个地区之外推出。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公司2025年资本支出预计达660到720亿美元，主要用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隐私倡导者警告，这标志着科技巨头进一步侵蚀用户隐私边界，将 AI 助手变成隐蔽的数据收集工具。这一政策将对用户隐私保护造成多严重的长期威胁。数字权利专家指出 ，Meta 此举开创了危险先例，用户与 AI 的私密对话被商业化利用，这不仅模糊了人机交互的信任边界，还可能引发其他科技公司效仿，最终导致用户在数字世界中完全丧失隐私空间。每一次对话都可能成为广告定向的数据来源。11. 可再生能源超越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
据英国 BBC 报道，国际能源署在其2025年电力报告中确认，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这标志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历史性里程碑。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球发电量的1/3以上，预计满足95%的新增电力需求。太阳能光伏成为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2024年太阳能装机容量创纪录扩张，在2020到2025年期间，可再生能源新增电量占全球新增电量的90%以上。中国占所有可再生能源容量增长的40%和全球光伏产能的80%。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毕罗尔表示，这一转变是由太阳能电池板、风能和水电技术的快速部署推动的。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能源相关碳排放仅增长0.8%，而经济增长超过3%，实现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这一能源结构转变将如何重塑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能源分析师指出，煤炭失去主导地位意味着传统化石燃料出口国影响力减弱，而掌握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国家将获得新的战略优势。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的主导地位可能重塑全球能源供应体系，同时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带来真正希望，但也凸显能源转型速度的地区差异可能加剧南北发展鸿沟。12. Signal 因拟议的聊天控制法规而威胁退出欧洲。据葡萄牙分钟新闻报道，加密通讯应用 Signal 总裁梅雷迪斯·惠特克于10月6日发表声明，警告若欧盟通过强制要求客户端扫描的聊天控制法规， Signal 将退出欧盟市场。该法规要求服务提供商在加密前扫描用户设备上的私人消息、照片和视频，以检测儿童性虐待材料。惠特克明确表示，如果被迫在 Signal 中植入监控机制或退出市场之间做选择，我们将退出市场。德国内政部正施压司法部于10月7日批准该提案。若德国转变立场，将使欧盟理事会首次获得多数支持。欧盟委员会在7月1日与德国儿童保护组织会面时被指控误导性宣传该法规范围。荷兰上周正式拒绝最新草案，认为强制扫描私人通讯不可接受。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混沌计算机俱乐部及数百名学者警告，破坏加密将暴露用户于严重风险。这项法规若通过，将对欧洲数字隐私造成什么灾难性后果？网络安全专家警告，该法规将导致所有安全通讯应用被迫退出欧盟或削弱加密，使记者、政府官员、维权人士和普通用户失去安全通讯工具。欧洲将面临数字流亡困境，同时为黑客和敌对势力提供大规模监控后门，彻底摧毁欧洲作为数字隐私避风港的地位。13. 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前线超过85%的目标。据 Pravda 报道，乌克兰军方最近在前线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突袭，命中率居然超过85%。短短2天，他们出动了200多架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阵地、补给线和指挥所，几乎每一架都命中目标。这次行动用上 AI 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还结合电子干扰技术，直接突破俄军防空干扰。专家说，这代表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能力已经从战场实验升级成战场常态。过去乌军的无人机命中率只有40%，如今翻倍到80%以上。这不仅是技术进步，更是一种战争方式的转变。乌克兰是否已经掌握无人机战争的主动权？军事专家指出，这意味着未来战场可能不再是士兵对士兵，而是算法对算法。14.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设计的毒素可以绕过生物安全软件。据 Singularity Hub 报道，一项震惊科研界的研究发现 ，AI 生成的毒素基因竟能绕过全球通用的生物安全筛查系统。研究人员用 AI 生成了7万多条高危序列，结果有 3% 顺利逃检，系统完全没发现异常。他们用了同义替换和基因重排技术，保留毒性功能，却骗过比对算法。更惊人的是，这些序列还能通过 DNA 合成公司的安全检测。过去，这类设计要靠专家花几年时间实验，现在 AI 几小时就能完成。人类第一次面对 AI 生成生物威胁的现实，
如果 AI 可以创造并隐藏致命毒素，那全球防线还能守得住吗？专家警告，这不是科幻，而是生物安全的零日漏洞。下一次疫情或许不再来自自然。15. 中国限制对俄高精度机械出口。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中国已在今年年初正式收紧对俄罗斯的高精度机械出口，所有出口商必须申报用途并获得许可，否则可能被吊销资格或面临重罚。新规重点针对高精机床、测量仪器等敏感设备，凡有军事风险的用途一律禁止出口。更严格的是，就算通过第三国转运，也会被追查。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中国产机床的依赖急剧上升，一度暴增10倍。这次政策收紧被外界视为中国在中俄合作与国际压力之间的一次战略调整。这一步是中国向国际制裁体系靠拢，还是一种外交上的自我防护？专家认为，中国正在踩刹车，既要维护与俄罗斯的关系，又要避免在全球贸易体系中陷入孤立。16. 世卫组织警告称，电子烟导致全球1500万儿童出现惊人的尼古丁成瘾。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电子烟正在全球引发新一轮尼古丁成瘾浪潮。该组织首次发布全球估算，约有500万13到15岁儿童使用电子烟，比成年人更容易上瘾。在具体措施上，世卫组织呼吁各国立即加强对电子烟的管控，包括提高税率、限制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以及严格审查产品成分与宣传方式。背景分析中，虽然传统烟草使用者总数自2000年的13.8亿下降至2024年的12亿，但电子烟的兴起正削弱控烟进展。电子烟被包装成危害减弱工具，却在青年群体中快速扩散。从历史来看，控烟运动曾依靠立法禁烟、公共宣传与税收手段减缓烟草蔓延，而这一次，烟草行业通过技术创新与营销策略，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开辟战线。新一代人是否将在电子烟中落入尼古丁陷阱？这种产业转移会削弱控烟几十年的成果吗？不少公共卫生专家警告，如果监管滞后，未来几十年或将重演烟草时代的悲剧，只是主角变成了电子烟。17. 人工智能为互联网浏览器市场带来新的竞争。据瑞士 RTS 报道，人工智能正逐步改变互联网浏览器市场格局。一些浏览器开始集成 AI 引擎，如自动摘要、智能助手、内容推荐与语义搜索功能。具体措施包括，浏览器厂商与 AI 公司合作，将大模型嵌入浏览器内核，许多内测版本已支持一键摘要网页内容、自动问答以及内容定制。此外，还有浏览器在推广隐私 AI 模式，号称不将用户数据用于训练模型。背景分析，长期以来，浏览器市场被几大公司主导，如 Chrome、Safari、Edge、Firefox。功能差异主要体现在性能和扩展生态。如今 AI 的加入为中小竞争者带来突破口。回顾历史，当初 Google 推出 Chrome， 以速度和简洁战胜 IE， 后来 Firefox 以开源抢夺用户。此次 AI 加持或将引发下一轮浏览器大战。哪些浏览器能借 AI 崛起？而这巨头能否守住堡垒 ？AI 是重塑浏览器体验的钥匙，还是砸碎现有生态的重锤？科技分析师认为，未来浏览器的竞争将不再是渲染与扩展，而是 AI 智能服务、语义理解与隐私控制的博弈。18. 国际刑事法院判定前金戈威德民兵领导人在达尔富尔犯有战争罪。据国际刑事法院官方宣布，2025年10月6日。法院宣布对前金戈威德 Janjaweed 的民兵领导人 Ali Mohammed Ali Abd al-Rahman 作出27项战争罪与反人类罪定罪。在具体细节上，他被认定在2003到2004年期间发动屠村、强奸、迫害平民及纵火破坏等犯罪行为。法官 Joanna Conner 宣读判决时强调，这些行为是其指挥并参与的集中性暴行。背景分析上，达尔富尔冲突自2003年起爆发，是苏丹政府与武装民兵对非阿拉伯少数族裔的镇压战争。本案也是国际法院首次就达尔富尔问题作出定罪。历史对比，多年来，达尔富尔的战争指控反复被提起，调查拖延。此次判决代表国际司法对味觉战争罪行的一次突破。
过去几十年，许多肇事者逍遥法外，而如今终于有一位被定罪。这次判决是否会成为促使苏丹乃至其他冲突区战犯法庭落地的标杆 ？Ali Abd al-Rahman 被定罪，又能否真正为受害者带来公正与赔偿？国际正义界人士认为，此次定罪展示了 ICC 维护国际法的决心，也可能激励更多受害国提起诉讼，但执行难，政治干扰与国家主权争议仍是司法落地的最大挑战。19. 研究人员设计病毒，将增强免疫力的分子直接输送到肿瘤。据加拿大新闻社报道，科学家研发出一种病毒，可以将增强免疫力的分子直接送入肿瘤细胞，使免疫系统更精准地识别并摧毁癌细胞。动物实验显示，这种方法能显著抑制癌症扩散，被认为可能改变传统化疗模式。在具体措施上，研究团队通过病毒载体精准定位肿瘤，同时调控分子释放速率，以最大化免疫激活效果，并减少对健康组织的损伤。背景分析上，传统癌症治疗多依赖放疗和化疗，但副作用大且精准度低。这项病毒疗法展示了靶向免疫治疗发展的新方向。从历史来看，早期免疫疗法多受限于效率和安全性，而如今科技的突破为精准治疗提供了可能。这种病毒疗法能否安全广泛应用于临床？它会颠覆现有癌症治疗格局吗？专家指出，如果技术可控且安全，未来有望显著提高癌症治愈率，但仍需谨慎监管，以防潜在风险。20. 研究人员在人类基因组中发现非人类 DNA 序列。据每日邮报报道，科学家在人体基因组中发现了非人类 DNA 序列，这些片段可能来自古老病毒或远古物种基因交换，占人类基因组约 1% 到 2%， 并可能影响免疫系统、代谢甚至行为。在具体措施上，研究团队利用高通量测序和比对分析技术，鉴定这些外来序列的来源和功能，并评估它们对健康和疾病的潜在影响。背景分析上，这一发现挑战了人类基因纯粹性的传统认知，也暗示人类进化史可能包含更多未知基因交流事件。从历史来看，基因研究长期认为人类基因组基本独立，而此次发现显示我们体内存在复杂的外来遗传信息网络。人类体内的外来基因会如何影响健康和进化？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人类的起源？专家指出，这一发现为研究遗传疾病、免疫反应和进化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可能改变生物学基础理论。21. 欧洲央行行长就冻结俄罗斯资产和欧元稳定性向欧盟发出警告。据 Hot News 报道，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欧盟，如果继续冻结并动用俄罗斯央行资产援助乌克兰，可能削弱全球对欧元体系的信任。欧盟已冻结约2000亿欧元俄资，但政策执行可能引发投资者对欧元储备安全的担忧。在具体措施上，拉加德建议各国在采取金融制裁时，同时评估对欧元稳定性和国际信用的长期影响，以避免市场恐慌。背景分析上，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政治压力与金融安全产生冲突。欧盟既想施压俄罗斯，又要维护货币信心。从历史来看，货币体系稳定性往往与政治决策紧密相关。冻结外汇资产虽有短期政治效应，但长期可能影响欧元国际地位。欧元还能维持全球信任吗？冻结资产是否会引发资本外流或金融动荡？经济学家指出，这一警告凸显金融政策与地缘政治的平衡难题。欧元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地位正面临新考验。22. 特朗普终止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据 Pravda 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正式终止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并关闭驻该国大使馆。这一决定是对马杜罗政府持续人权争议和政治压制的回应，标志着美委关系进一步紧张。在具体措施上，美国暂停外交往来，并冻结美方对委内瑞拉的部分经济与政治合作渠道，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委内瑞拉的人权状况。背景分析上，自2019年以来，美委关系已因制裁和政治对抗不断恶化。特朗普此次动作加剧了两国外交孤立的局面，也可能引发拉美地区更大范围的政治连锁反应。从历史来看，美国曾在20世纪多次通过外交压力影响拉美国家政策，
而此次断交体现了特朗普时期单边施压策略的延续，此举是否会进一步削弱美国在拉美的影响力？专家指出，断交虽传递政治信号，但同时可能让美国在区域事务中失去部分话语权，长期影响尚难预测。23.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启动对阿富汗虐待行为的调查，重点关注妇女和女童。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10月7日通过决议，设立针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人权侵犯行为的长期独立调查机制，重点关注对妇女和女童的迫害。该决议由欧盟推动，47个成员国中仅中国选择退出共识，无任何国家反对。这是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以来，联合国首次建立具有准备国际刑事法庭案件档案能力的常设调查机制。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理查德·贝内特上月指出，塔利班已将司法系统武器化压迫女性，构成危害人类罪。塔利班废除了保护妇女权利的所有法律，包括将强奸和强迫婚姻等22种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定为犯罪的法律，并解雇了270名女法官，由缺乏法律培训的男性替代。这一调查机制能否真正改善阿富汗女性的悲惨处境？人权专家表示，虽然该机制短期内难以直接改变塔利班政权行为，但为未来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向国际社会释放强烈信号，对性别种族隔离的系统性迫害将受到追究，这可能促使某些国家重新考虑承认塔利班政权的立场。24. 特朗普提议将难民接收人数削减至500人，优先考虑南非白人。据 Toronto Star 报道，特朗普提议将美国年度难民接收人数削减至7500人，并主张优先考虑南非白人群体。此举立即在国内外引发争议，被批评为种族偏向政策。在具体措施上，若政策实施，美国移民局将严格筛选难民来源国及族群，同时降低总体难民接收规模，以减少资源压力。背景分析上，特朗普历来在移民政策上持强硬态度，限制难民和移民数量，以保护国内就业及社会资源。此次提案延续了其优先白人群体的争议策略。从历史来看，美国在难民接收政策上长期受到政治和社会争议影响，而种族优先提案则引发道德与法律层面的激烈讨论。这种提案是否会损害美国国际声誉，并加剧国内外社会分裂？专家指出，此类政策可能短期吸引部分支持者，但长期来看将带来外交压力与社会冲突风险。25. 特朗普部署国民警卫队引发与州长的法律冲突。据美联社报道，前总统特朗普在某州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命令，引发与州长的法律冲突。州长表示，未经州政府同意部署部队违反州法，而特朗普方面则称此举是为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在具体措施上，国民警卫队部分部队已在边境和敏感区域就位。联邦与州政府的指挥权争议进入法律程序。多名律师表示，这可能成为联邦与州权力边界的新案例。背景分析上，美国历史上联邦与州政府对国民警卫队指挥权曾有多次冲突，但通常通过协商解决。此次事件在政治氛围下被放大，呈现高度对抗性。从历史来看，类似冲突曾发生在民权运动和国内紧急事件期间，但很少涉及前总统直接指挥部署的争议。联邦与州政府的权力边界会因此被重新定义吗？法律专家指出，此案可能成为未来国民警卫队使用和指挥权的重要判例，对政治与法律体系都有深远影响。26. 欧盟专员披露德国情报部门关于克里姆林宫讨论攻击北约的证据。据 RBC 报道，欧盟专员披露德国情报部门掌握的证据显示，克里姆林宫曾讨论针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方案。此消息加剧了欧洲对俄罗斯战略意图的不信任，并促使北约加强防御部署。在具体措施上，欧盟已要求各成员国提高情报共享水平，并加强北约东翼军事存在，同时启动针对潜在威胁的预警演练。背景分析上，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北约的军事紧张关系持续升温。此次披露证据进一步刺激欧洲安全体系的整合与强化。从历史来看，
冷战时期类似情报披露曾促使北约调整战略部署，而如今欧洲面临的威胁则是更加动态和复杂的混合战争形势。这些证据会如何影响欧洲对俄罗斯的长期防御战略？安全分析师认为，这可能加速北约东翼强化和情报一体化，同时提高欧洲各国在面对俄罗斯威胁时的战略敏感性。27，最高法院驳回谷歌推迟 Play Store 改革的请求。据 Current 报道，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谷歌关于推迟实施 Play Store 改革的请求，这意味着谷歌必须按原计划执行对应用商店的更新措施，包括调整支付系统和收费政策。在具体措施上，改革要求开发者选择多种支付选项，谷歌也需要降低部分佣金费率，并提高透明度，以遵守反垄断规定。背景分析上，谷歌长期因应用商店收费和支付限制被多国监管机构关注。此次最高法院裁定标志着司法部门对科技巨头监管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从历史来看，类似反垄断案件在微软、苹果等公司身上也曾发生，但针对移动应用市场的判例尚属少数。谷歌的 Play Store 改革会对开发者和用户产生多大影响？科技法律专家指出，这次裁定可能加速全球应用商店多元化支付系统发展，同时对大型科技公司运营模式形成约束。28，苹果和谷歌下架帮助用户举报移民代理的应用程序。据 The Times 报道，苹果和谷歌近期下架了一款允许用户举报移民代理的应用程序。该应用原本旨在帮助移民辨别诈骗和不良服务，但两大平台表示应用违反了用户隐私和数据保护政策。在具体措施上，应用开发者被要求删除收集敏感个人信息的功能，并加强隐私保护，否则无法重新上架。背景分析上，移民服务市场存在诈骗风险，而平台管理政策严格，既要保护用户，也要避免法律和道德争议。此次下架事件引发社会对移民权益和平台责任的讨论。从历史来看，科技公司在平衡监管与用户便利之间曾多次发生类似冲突，尤其涉及敏感群体的应用。平台的隐私和安全标准是否会限制社会公益类应用的发展？专家认为，科技巨头在维护隐私的同时，需要探索更灵活的监管方式，否则可能压制创新和社会服务功能。29，纳米粒子通过恢复血脑屏障功能逆转小鼠的阿尔茨海默病。据 Medical Express 报道，科学家利用纳米粒子技术，通过修复血脑屏障功能，成功逆转小鼠模型的阿尔茨海默病症状。实验显示，认知能力和记忆功能在治疗后显著改善，为人类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提供新思路。在具体措施上，纳米粒子能够携带药物穿过血脑屏障，同时修复受损区域，减少神经炎症并促进神经元再生。背景分析上，阿尔茨海默病长期缺乏有效治疗手段，而血脑屏障受损被认为是疾病进展的重要因素。这一技术提供了潜在的靶向干预方法。从历史来看，过去几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多集中在症状缓解，真正能逆转病程的研究成果极少。这种纳米技术能否安全应用于人类？它是否会成为阿尔茨海默病治疗的新里程碑？神经科学专家指出，如果能安全转化为临床应用，将可能彻底改变阿尔茨海默病治疗格局，但仍需进行严格人体试验。30， OpenAI 发布用于代理编程的 Codex AI 算法。据 3D News 报道， OpenAI 发布了新的 Codex AI 算法，专门用于辅助程序员完成代码编写和调试工作。Codex 可理解自然语言指令，并生成可运行代码，大幅提高开发效率。在具体措施上，开发者可通过集成 Codex API， 将其用于 IDE 环境，实现自动化代码生成、错误修复和功能优化，同时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框架。背景分析上，编程复杂性增加，开发周期紧张， AI 辅助工具逐渐成为提升效率的关键手段。Codex 的发布标志着 AI 在软件开发中的实际应用迈入新阶段。从历史来看，早期辅助编程工具主要依赖模板或简单提示，而 Codex 利用大模型理解和生成代码，极大扩展了应用范围。AI 生成代码是否会改变软件开发行业的就业格局？
开发者能否与 AI 协同高效工作？技术专家指出 ，Codex 可能提升开发效率，但仍需程序员进行审查和优化。AI 更多是工具而非替代。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